大家好，我是老 K， 今天我们继续来 K 游戏。好啦，虽然带着失落的心情在整理这篇文章，但还是要先谢谢云豹，让我们不用等太久就能够玩到。反正你出了，我就是闭着眼睛买爆。那继上次3月12那只离子轨迹的情报整理后，时隔2个多月，但这次不是单纯要来整理情报，想必情报大家也都看得差不多了。这次因为8位新主角群角色也都公开了嘛，想来聊聊我对于离轨的一些看法。首先，我还是对于菲尔康在技术上面有慢慢进步这件事情是非常开心。虽然当时在玩到闪翼的时候，等等，这样讲好像搞得我很久以前玩的，不，就几个月前而已。说真的，也看过很多关于轨迹应该停留在粘土人的想法。老实说，就以当时的闪翼建模，我也会觉得停留在粘土人可能更好。但我还是觉得随着时代的进步在改变是好事，至少看到闪闪的整个进步跟现在离轨的画面，真的觉得很谢谢菲尔康一路这样坚持走下来。虽然我确实是去年创轨入坑，至今也才快10个月，但不知道该怎么说，总觉得时间过得是很快，但也觉得经历了很多事情。虽然我没参与到你们那些青春，但跟你们一起这样聊天跟分享，好像我真的也跟你们一起走过那些日子，这感觉很特别。所以看到离轨的改变跟进步，内心真的很激动。这真的是追一个很长的系列，而且至今它还在持续改变进步，哪怕是挣扎犯错被骂，他们仍然在更新这些大家喜欢的游戏，这种感觉是其他游戏永远无法给予的。它不一定是最好玩、最先进、最屌的游戏，但一定是我最喜欢的。上一次给我这种感觉的就是人中之龙系列了。那讲回来，这一次离轨真的让我最惊艳的是它的战斗系统。起初我一直在想，到底是真的改成动作游戏了吗？然后我有看到指令操作，就在想，难道是类似像 F7 Remake 那样，平常动作游戏放招时会短暂变回指令吗？结果昨天的直播中已经正式确认，它是可以在进入战斗前就设置好，你要用动作模式还是完全指令。讲真的，我非常惊讶，不知道是我没见过世面还是什么的，但我真的觉得好厉害。这完全就是2份工就像他们说的，真的是给自己找麻烦，但我真心敬佩。这样就算是手长党也不会因为不能适应动作游戏而被迫放弃轨迹系列。虽然就算是真的改成动作游戏，对我的影响是很小，但就很佩服菲尔康这样特别用心的设计。再来，无缝衔接，有玩过无缝的都知道，无缝真的很爽。但还是再讲一次，虽然别的游戏可能早就做到了，但不管啊，看到轨迹能无缝就是超级感动。再来聊一下这阵子新公开的4位主角群。首先，利杰特·唐宁，年龄20岁，武器是手枪跟齿轮刀，对他的第一印象一定是女仆，但其实他是马尔多克综合警备的服务专员。现在简单讲一下马尔多克这间公司，就是民间警备队，只是近年来开始发展军事业务。看了一下介绍，可能就比较像挂牌的猎兵团感觉吗？算是犯人生意上的往来对象。介绍上还写到说，别看他这样，据说他拥有不输一件佣兵的战斗力。说实在的，谁敢小看轨迹的女仆啊？反正这个剧臭我是一定信的。不过单论造型不算是我特别喜欢的，可能之前不知道是看到谁说很像男版库尔特的感觉，听完后就有点回不去了。再来，卡特尔·萨里希翁，年龄15岁，武器是脉冲枪跟倒立无人机。等，旁边那只倒立狗不算在武器的范围内嘛？它看起来就超强的。是本作的正太当当，看地会是蛮明显的啦，但3D你要说是萝莉我也信。是就读巴泽尔理科大学硕士的年轻研究员，是高冷型的个性。年幼时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共和国的倒立革命之母托亚·汉密尔顿博士收养，之后就视她为祖母，也同样走上研究道路。轨迹必备的倒立孩子，看来法术输出就靠你了。我在闪4已经知道魔法怎么玩了，这一次一定会好好使用你。对于这个角色只有一个想法，如果你是女的那更好。再来，朱迪斯·拉斯达，年龄22岁，武器是流星鞭似乎是继最初代雪拉后好久没看到的鞭子角色。这个角色真的棒，很对我的喜好。他是共和国相当流行的倒立电影明星，然后个性率直，除了有专业演员不妥协态度外，
还有碰上弱者被欺负绝不妥协的强烈正义感，这个设定已经是会完全正中我猴心的设定之一了。又傲娇又正义又正，然后竟然还有少根筋的性格，有点杜巴利的味道。抱歉，我先卡位了大家。不过他似乎也有些秘密，贝蒂也会接一些地下工作，看来也是个伏笔的角色。再来，贝尔加德·泽曼，年龄69岁，武器是护手跟拳头，是拳法之一的昆仑流的武术大师，拥有许多徒弟。过去曾因为某个工作而奔波于大陆各地，至于交通方式，介绍中好像没提及。但现在舍去了过去的名字，悠悠哉哉的继续诸游列国。对范而言是恩师外加恩人，也不反对范恩做地下工作，不过却有听到他曾经在帝国与共和国的纷争中丧命的消息，但现在为什么还活着，以及他的身世，可能我们还是要到游戏中去寻找了。再来一些已公开确定会出现的旧角色，包括从空轨就出现在小说中的杰克跟哈尔，之前是叫哈路，我记得，真的很期待他们的故事，有兴趣的也可以先去补一下他们的小说故事。赌博师杰克分别在空之轨迹 SC 跟闪之轨迹恶斗出现，小说内容故事也是接续的，而且这两本也都非常精彩。他们听说是以范恩的熟人登场，不过全新的 3D 模组，杰克你到底哪位？但哈尔建得很不错，韵味都还在。然后果然一定也会出现的超力，其实也想不到他不出现的理由啦，也不意外。再来，昨天直播最让我兴奋的就是雾香楼兰。我真的很期待他的表现。当时从空轨3RD知道他回共和国当洛克史密斯机关的市长，再到林碧跟雷克多一起的表现，就让我非常期待这个角色的后续故事。虽然林碧对于雾香的例会我至今都还是比较难接受，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她还是那个她，依然那么漂亮。原则上有雾香，朕该出来露脸一下了吧？反正越来越期待接下来每次偷偷露出的旧角色情报。就目前一次资讯，我已经是找不到我不买的理由了。你要不要一做完结都没关系，不要断在奇怪的点就好。当然还有很多新资讯，包括导力器也是更新很多，但有在看我直播的也应该都知道，这不是我专长，毕竟我从来都不是靠专业，是靠运气，我只要能够过剧情就行了，这方面还是交给大家来研究了。总之，虽然不管是纳尤多之轨迹改还是离之轨迹都没有同步中文，也没有想过真的会这么失落，但也不用太去责骂云豹，能够不用等太久就可以玩到，已经非常非常感动。到时只能用新台币支持了。好啦，这样也好，我6月就可以专心玩绯红节气，9月可以专心玩人龙星座审判之誓。到时候想追直播的也可以先订阅一下频道跟 IG 哦。然后我的频道基本上每一次都还是以 JRPG 为主在玩，其他有兴趣题材的游戏或大作也是会碰一下，但还是会以 JRPG 为大宗。好啦，那今天离之轨迹新情报分享就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忙按赞留言，让 YT 可以帮忙推广给更多人知道。那我是老 K，我们下次见。